家人们，全网都在说迪拜崩了，油库被炸，富豪跑路，机场空荡，迪拜塔蒙尘。但99%的人只看到了表面的战火与萧条，却没看透这背后藏着的足以颠覆认知的底层真相。你们以为迪拜的崩塌是美伊战争偶然波及的悲剧吗？是富豪们贪生怕死的逃离？大错特错！今天我就带你们撕开迪拜的伪装，深挖那些普通人永远看不到的视角。它的繁华从来不是奇迹，而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资本泡沫；它的中立从来不是智慧，而是依附大国的致命赌博；它的崩塌从来不是意外，而是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的结局。道德经说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世间所有看似坚不可摧的繁华，若没有根基，终究会在风雨中烟消云散。回望历史，这场悲剧早已反复上演。17世纪的荷兰凭借海上马车夫的名号垄断全球贸易，郁金香泡沫让无数人疯狂。可当泡沫破裂，曾经的海上霸主一夜沉沦，只留下郁金香悲歌。19世纪的阿根廷靠着潘帕斯草原的肥沃土壤，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可过度依赖农业出口，依附欧美资本，最终从发达国家跌落泥潭，沦为被遗忘的巨人。就像中国历史上的阿房宫，负压300余里，隔离天日，看似辉煌无比，终究在战火中化为焦土，印证了盛极而衰的永恒定律。本期视频我们不聊全网都在说的油库爆炸富豪跑路，只聊3个普通人看不到的核心真相，带你看透迪拜崩塌的底层逻辑。为什么迪拜敢宣称中东净土？为什么富豪们明知它根基脆弱还扎堆涌入？为什么美伊战争一爆发它就瞬间崩盘？更重要的是，这场崩塌背后藏着多少关于财富、人性、格局的警醒，又给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生存启示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首先第一个普通人看不到真相，迪拜的中立安全从来不是实力支撑，而是大国博弈的暂时弃子，是一场随时会被打破的虚假安宁。全网都在说迪拜能成为富人避风港，核心是地缘安全，中东战火纷飞，唯有迪拜独善其身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种安全从来不是迪拜靠自身实力争取来的，而是美伊博弈初期双方都不愿轻易触碰的缓冲地带。就像历史上的梵蒂冈，看似在欧洲大国之间独善其身，本质上是大国之间互相制衡的结果。一旦平衡被打破，安宁便会瞬间消失。迪拜也是如此，它地处波斯湾咽喉，一边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版图，一边是伊朗的核心势力范围。它所谓的中立，不过是在美伊之间左右逢源，既讨好美国，又不彻底得罪伊朗，靠着这种模糊的立场换来了短暂的和平。更关键的是迪拜的安全是建立在不敢触碰大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，它不发展军事力量，不参与地区纷争，甚至主动向美国献媚，允许美国在阿联酋设立明哈德、达夫拉等多个空军基地，成为美军在中东的后勤补给站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换来美国的庇护，却没想到这恰恰是将自己推向战火的致命一步。孙子兵法有言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迪拜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中立价值，低估了大国博弈的残酷。他以为自己是避风港，实则是美军进攻伊朗的桥头堡。他以为自己能左右逢源，实则早已被绑上美国的战车，成为美伊战争的牺牲品。这种靠依附大国换来的安全，就像空中楼阁，一旦大国博弈升级，第一个被抛弃、被摧毁的往往就是他。这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底层逻辑。没有实力支撑的中立从来不是安全，而是致命陷阱。第二个普通人看不到的真相，迪拜的财富狂欢不是产业繁荣，而是泥沙俱下的资本泡沫，是合法的财富与黑色资本畸形共生。全网都在羡慕迪拜的繁华，私人飞机扎堆，游艇铺满波斯湾，豪宅供不应求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份繁华的背后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黑色交易，藏着多少脆弱的泡沫。很多人只知道迪拜是税收洼地，无股权限制，汇率宽松，却不知道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不分良莠的资本收割。
为了吸引全球资本，迪拜几乎放弃了所有监管，不仅接纳了俄罗斯富豪、科技巨富，更成为了地下黑金、非法势力的避罪天堂。缅北电诈集团在东南亚被严厉打击后，集体转移到迪拜沙漠腹地，那儿几乎没有警察管辖，成为他们洗钱诈骗的乐园。卡德罗夫家族暗中转移23亿美金资产，在朱美拉棕榈岛购置4套豪宅，价值超过2000万美金。这些资产背后藏着多少灰色交易，无人知晓。更隐蔽的是，迪拜的产业繁荣其实是空心化的假象。全网都在说迪拜不依赖石油，靠高端旅游、国际航运、国际金融、科技创新立足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些所谓的塔尖产业本质上都是依附资本的泡沫产业，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。高端旅游靠的是富豪的消费，国际航运靠的是波斯湾的地理优势，国际金融靠的是资本的短期聚集。就连迪拜大力吹捧的科技创新，也只是空有概念。他曾试图靠虚拟资产、区块链产业破局，2022年就签署了首个虚拟资产法，建立虚拟资产监管局，吸引了1400多家区块链或加密初创企业，总估值达到245亿美元，甚至吸引币安等巨头前来申请牌照。币安创始人赵长鹏还在迪拜购置房产，但这一切都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闭环，而是资本炒作的噱头。一旦资本撤离，所有的繁荣都会瞬间崩塌。更致命的是，迪拜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沦为泡沫重灾区。2022年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迪拜房地产价格飙升60%，2025年期房交易占比高达65%，多数购房者买的是未建成的房子，开发商靠预售资金周转，看似火爆，实则暗藏危机。那些被富豪们疯抢的豪宅，本质上都是资本炒作的工具，不是真实的居住需求。当富豪跑路，这些豪宅瞬间沦为空置房，被低价抛售却无人问津。房地产泡沫破裂，进一步加剧了迪拜的经济危机。这就是普通人看不到的真相。迪拜的繁华不是靠产业支撑，而是靠资本堆砌；不是靠合法经营，而是靠泥沙俱下的畸形模式。就像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，看似人人都能挣钱，实则一场全民狂欢的骗局。一旦泡沫破裂，所有的财富会化为泡影。第三个普通人看不到的真相，迪拜的另类崛起，不是创新突破，而是路径依赖的致命缺陷，是过度追求捷径的必然反噬。全网都在称赞迪拜从沙漠渔村崛起为全球金融中心，是奇迹般的突破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种崛起本质上是一种捷径式的发展，过度依赖资本红利，却从未建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。迪拜的发展路径其实就是放弃根基，追求表面繁华。它不发展实体经济，不培育本土产业，不培养本土人才，而是一门心思靠政策红利吸引外来资本，靠高端消费拉动经济。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仲永，天资过人，却不注重后天的培养，最终泯然众人矣。就像二战后的黎巴嫩，靠着贝鲁特港的地理优势，成为中东金融中心，却过度依赖外贸跟金融，不发展实体经济，最终在战乱中彻底崩塌。迪拜的路径依赖体现在3个方面：一是过度依赖中立地位带来的安全红利，却不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，没法保证自己的安全；二是过度依赖外来资本，却不培育本土企业，一旦资本撤离，经济就会陷入瘫痪；三是过度依赖高端产业，却不发展基础产业，没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，所有的产业都是空中楼阁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迪拜早已陷入越依赖越脆弱的恶性循环。为了维持繁华，它不断放宽政策，吸引更多资本跟非法势力涌入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。为了炒作热度，它不断建造摩天大楼，打造高端旅游项目，投入大量资金，却没有任何可持续的收益。为了依附美国，它不惜牺牲与伊朗的关系，最终被卷入了美伊战火，沦为最大受害者。家人们，当美伊战争爆发，这3个致命缺陷瞬间爆发，迪拜的崩塌也就成了必然。伊朗之所以对迪拜下狠手，不是因为仇恨，而是因为迪拜早已成为美军进攻伊朗的桥头堡。富查拉伊港给美军供应燃料，杰贝阿里港承载着美军的后勤运输。美军的战机、导弹从迪拜周边的基地起飞，袭击伊朗目标。伊朗不是想打迪拜，而是想摧毁美军的补给线。可迪拜呢，却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替罪羊。
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，阿联酋防空系统已经拦截超过300枚弹道导弹，1600多架无人机。仅3月15号一天就拦截了4枚弹道导弹跟6架无人机。富查拉伊港的油库被炸毁，火光冲天，整个港口陷入瘫痪。杰贝阿里港遭到导弹袭击，集装箱堆积如山，航运业务全面停摆。就连迪拜塔也被无人机碎片波及，引发火灾。虽然阿联酋官方极力辩解，却掩饰不了他身处战火前线的残酷现实。而最致命的是资本的集体撤离。富豪们从来都不是迪拜的守护者，而是逐利的候鸟。当安全红利消失，当泡沫破裂，他们跑得比谁都快。帕维尔·杜罗夫悄悄转移资产，卡德罗夫家族将资金转向其他中立国，币安等加密企业也开始重新评估在迪拜的布局。曾经扎堆涌入的富豪、明星、网红连夜乘坐私人飞机逃窜，只留下空置的豪宅、冷清的商场跟暴跌的房价。连锁反应随之而来，迪拜国际机场客流量断崖式暴跌。曾经蝉联全球国际旅客吞吐量第一的机场，如今门可罗雀，7星级帆船酒店入住率不足10%，大量酒店被迫暂停营业，奢侈品消费、商旅接待、跨境旅游全面崩盘。打造了迪拜塔的开发商股价累计下跌逾30%，债券价格大幅下挫，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，虚拟资产市场也陷入恐慌。曾经热闹的加密交易，如今变得冷冷清清。那些靠加密货币崛起的初创企业，纷纷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。截至目前呢，迪拜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超以色列，成为美伊战争中最无辜、最悲惨的受害者。他没有参与战争，却承受了战争带来的所有苦难。他只想靠左右逢源挣点快钱，却最终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。他打造了全球最繁华的财富假象，却最终被自己编织的泡沫吞噬。这就是迪拜的悲剧，也是所有捷径式发展的必然结局。同志们，迪拜的兴衰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它是大国博弈的缩影，是资本泡沫的必然，是人性的考验。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捷径可走。所有靠依附、靠炒作、靠泡沫堆砌的繁华，终究会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唯有脚踏实地、牢住根基，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